如果让一个生活在20年前的人突然来到今天，他可能不会首先被高楼、手机或者电动车震撼，因为这些东西多少都还能理解。真正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也许是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普通人坐在电脑前，只需要说几句话，就可以让机器帮自己查资料、写程序、修改文章、分析文件、生成图片、制作视频、翻译语言、解释一道数学题，甚至连续几个小时和自己讨论一个复杂的问题。更奇怪的是，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习惯这一切。一个几年前还足以登上科技新闻头条的能力，可能几个月以后就会变成一个软件里不起眼的按钮。人工智能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或许并不是某一个模型到底有多聪明，而是人类正在第一次把一种过去极其昂贵、极其稀缺的东西——智能，逐渐变成一种任何人都能够调用的基础能力。很多人现在讨论人工智能，总喜欢问一句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历史上的重大技术革命，最后往往都不是简单的机器战胜人。蒸汽机没有让人类失去力量，而是把一个人的力量放大了几十倍。汽车没有消灭人的双腿，却把人的活动半径扩展到了过去无法想象的距离。互联网也没有让人停止交流，反而让一个普通人第一次能够瞬间连接世界。而人工智能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与它们属于同一条历史脉络。它不是简单替代一种能力，而是在大幅降低使用这种能力的门槛。人工智能的故事其实已经持续了70多年。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第一次系统提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概念。那时候的研究者非常乐观，他们相信，只要把人类思考的规律研究清楚，再把这些规则写进计算机，机器迟早能够获得智能。于是，早期的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庞大的规则世界。如果发生 A， 就执行 B； 如果看到一种情况，就选择某一个答案。后来出现的专家系统，也是把医生、工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一条条写进机器。但人类很快发现，现实世界根本写不完。你可以告诉机器1000条规则，却永远会遇到第1001种情况。人工智能因此经历了多次高潮和低谷，也就是所谓的 AI 寒冬。真正改变方向的是机器学习。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与其试图告诉计算机世界到底是什么，不如直接让它观察世界，让它自己寻找规律。于是机器开始从大量数据中学习。1997年 ，IBM 的深蓝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2012年以后，深度学习迅速崛起，神经网络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领域取得突破。2016年 ，AlphaGo 击败李世石，让世界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到，机器不仅可以处理海量计算，还可能在极复杂的问题中找到人类没有想到过的路径。2017年 ，Transformer 架构出现，又进一步改变了人工智能处理语言的方式。之后 ，GPT 等大语言模型沿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向不断扩大，让机器阅读海量文本，并学习语言、知识和世界之间复杂的联系。到最后，人们发现，当模型规模、数据、训练方法和计算能力跨过某些门槛以后，一些过去必须单独开发的能力竟然开始集中出现在同一个模型里面。它会翻译，会写作，会编程，会总结，也能够进行越来越复杂的推理。2022年 ChatGPT 的出现，真正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过去每一次计算机革命，人类都需要学习机器的使用方式，学习 DOS 命令，学习 Windows， 学习 Excel， 学习 Photoshop， 学习编程语言。而生成式 AI 第一次大规模把这个关系反了过来，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学习机器的语言，而是机器开始努力理解人的语言。你不需要知道模型背后有多少参数，也不需要理解神经网络，你只需要说我想做这样一件事，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计算机使用方式发生根本变化。而如果把时间继续拉到今天，也就是2026年，我们会发现 ChatGPT 出现时的聊天机器人时代，其实可能只是整个故事的开场。现在最前沿的模型已经不再满足于回答一句问题。OpenAI 的 GPT 5.6 SO 面向复杂的研究、编程、科学、计算机操作和知识工作。Anthropic 的 Claude Opus 4.8 与 Sonnet 5越来越强调长时间工作、工具使用和 Agent， 也就是智能体能力。Google 的 Gemini 3.5 和之后的 Gemini 3.6 Flash 正在把多模态、计算机操作和智能体融合在一起。DeepSeek 已经发展到 V4， 阿里的 Q 文系列发展到 Q 文 3.7， Grok 也推进到了 4.5。他们背后的公司、国家、技术路线各不相同，
但如果把这些名字暂时放到一边，会看到一个比谁是第一名更重要的共同趋势。AI 正在从回答问题走向完成任务。过去你问 AI 帮我写一个网站怎么做，它给你一段教程。现在越来越多系统已经能够自己读取项目、修改代码、运行程序、发现错误，再继续修改。过去你问它我应该怎么研究这个问题，它给你几个建议。现在它可以搜索大量资料、阅读文件、整理观点、进行计算，最后交付一份完整结果。未来我们使用计算机很可能不再需要不断地在几十个软件之间点击按钮，而是越来越接近一种新的关系。人负责说明目标， AI 负责调动工具，而人在关键节点进行判断。2026年的 Stanford AI Index 已经显示，前沿人工智能能力并没有出现明显停滞，相反，很多原本设计来长期衡量 AI 的困难测试正在很快被突破。与此同时，顶尖模型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真正决定产品价值的因素已经越来越从单纯的智商高一点，转向速度、价格、可靠性、专业能力以及能不能真正完成现实任务。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正在经历和互联网极其相似的阶段。最开始大家讨论的是互联网到底有没有用，后来讨论哪一家门户网站最好，再后来互联网本身消失在了背景里，因为银行、购物、地图、娱乐、教育、办公全部建立在互联网之上。人工智能未来很可能也会这样。我们今天还在频繁说 AI 公司、AI 功能、AI 手机，可能只是因为这项技术还足够新。等到10年以后，也许这是一个 AI 软件，会像今天说这是一个联网软件一样奇怪。因为几乎所有软件都会天然拥有某种智能，因此 AI 真正改变的其实远远不只是写文章快了一点，或者做 PPT 方便了一点。它最深层的影响是在不断降低认知能力的价格。工业革命降低的是体力成本，机器让一个工厂可以完成过去成千上万人才能完成的生产。互联网降低的是信息传播成本，一份文件从中国传到美国，从几周、几天变成几乎零时间。而人工智能正在降低的是处理信息、理解信息和创造信息的成本。以前一个创业者想做产品，可能需要程序员、设计师、市场人员、翻译人员和数据分析师组成一个团队。今天一个人当然依然不可能真正替代所有专业人士，但他已经可以借助 AI 完成过去根本没有能力尝试的第一版。一个不会编程的人可以开始理解程序，一个语言能力普通的人可以与全球资料进行交流，一个学生遇到不理解的知识可以要求 AI 换10种方式解释，一个科研人员可以更快阅读论文、处理数据、提出假设，一个医生未来可能拥有能够辅助整理大量医学知识的系统，一个普通的小企业也可以获得过去只有大型公司才负担得起的一部分分析、设计和自动化能力。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就在这里。AI 并不是只让最强的人变得更强，它还有可能让大量普通人的能力边界被整体向外推。互联网曾经让信息发布权从报社、电视台和大型机构逐渐扩散给普通人，智能手机又把摄影、导航、支付、通信、媒体制作放进每个人口袋里。AI 可能正在完成下一次扩散，把一部分专业认知能力也交给普通人。当然，每一次真正巨大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不适应。互联网出现时，人们担心网络诈骗、盗版、沉迷、隐私泄露，也担心实体商店、报纸、传统媒体会不会消失，其中有些担忧后来确实成为现实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回头看，很少有人会因为互联网产生过问题，就认为人类最好从来没有发明互联网。我们做的事情是逐渐建立网络安全制度、支付体系、版权规则、平台治理和新的社会习惯，然后继续享受互联网创造出的巨大价值。AI 大概率也会经历类似过程，它会犯错，会产生幻觉。AI 生成内容会让真假识别更加困难，一部分重复性的工作会发生变化，隐私、版权、能源、安全和责任边界都需要重新设计。我们应该认真面对这些问题，但认真面对问题并不等于否定技术本身。恰恰相反，一项技术越强大，就越需要人类建立与之匹配的制度、教育和使用方式。2026年，全球对于 AI 的态度其实正在表现出这种复杂但并不悲观的状态。担忧在增加，但认为 AI 带来的好处大于坏处的人同样在增加。技术进步本来就不是一条没有摩擦的直线，它更像不断试错、修正、再继续向前的过程。
汽车刚出现的时候，没有红绿灯，没有安全带，也没有成熟的交通法规，但解决办法不是放弃汽车，而是让汽车和整个社会一起成熟。更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是未来10年。今天很多人仍然把 AI 想象成一个更聪明的搜索框，但未来的人工智能可能会逐渐变成一种新的数字基础设施。首先，它会越来越多模态。人类理解世界本来就不是只靠文字，我们同时使用视觉、声音、空间和语言。未来 AI 也会越来越自然地理解摄像头看到的画面、听到的声音、屏幕上的操作以及现实环境。第二，它会越来越具有行动能力。今天的软件主要等待人点击，未来的软件可能主动帮助人完成一系列操作。第三，它会越来越个性化。现在每次打开一个新的 AI， 你还需要重新告诉它自己要做什么。未来一个长期存在的个人 AI 可能知道你的学习进度、工作项目、文件结构和使用习惯，在你授权的范围内持续协助你。第四， AI 会越来越深入科学世界。人工智能真正令人期待的地方，也许最终不是帮人多写几篇文案，而是帮助科学家发现新的药物、新材料、新能源方案和新的数学、物理规律。如果 AI 能让原本需要几年完成的科学探索缩短到几个月，那它创造的价值将远远超过今天所有聊天软件加起来。第五，它会逐渐进入现实世界。自动驾驶、工业机器人、物流机器人，乃至未来更加通用的人形机器人，本质上都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如果 AI 不只是能够理解世界，还能够在物理世界中行动，会发生什么？当语言模型、视觉模型、机器人和智能体最终逐渐融合，人工智能影响的就不只是电脑里的信息，而是现实世界本身。而站在这样的未来面前，我反而不认为年轻人最应该问的问题是 AI 会不会把我的工作抢走。真正值得问的是，当每个人身边都拥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的 AI， 我能够利用它做出什么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互联网时代最成功的人，往往并不是最早能够背出 TCP/IP 原理的人，而是那些意识到互联网可以创造新商业、新媒体、新社交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人。AI 时代可能也是如此。未来真正重要的能力不会全部消失，反而可能变得更加清晰，判断什么值得做，提出一个真正好的问题，识别一个答案是否可靠，把不同领域连接起来，拥有审美、创造力、责任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信任。因为当生成一个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以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和哪一个答案值得相信，反而会越来越昂贵。AI 可以帮助一个人把想法实现得更快，却不能替你决定这一生究竟想成为怎样的人。它可以一次生成100个方案，但最终决定选择哪一个方向的仍然是人。所以，如果一定要给今天这场人工智能革命下一个结论，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互联网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又一次能力扩张。互联网连接了世界，让知识开始自由流动。智能手机把互联网装进口袋，让每一个人随时进入数字世界。而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让这个数字世界开始理解我们、回应我们，甚至帮助我们行动。它不会一夜之间把世界变成科幻电影，也不意味着所有困难都会自动消失。它真正发生的方式很可能和过去所有伟大的技术一样，今年解决一个问题，明年降低一点成本，后年进入更多人的生活。然后10年以后，我们突然回头，发现整个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今天的模型名字也许都会消失 ，GPT、Claude、Gemini、DeepSeek、Qwen、Grok， 终有一天都会成为科技史上的某一个版本号。但他们共同推动的那件事情可能会留下来。人类正在第一次拥有一种可以规模化制造、复制和普及的数字智能。几十年前，我们发明互联网的时候，大概很难想象有一天，一个普通人会拿着一块玻璃在地铁里和整个世界连接。同样，今天的我们也很难真正想象20年后的人工智能究竟会变成什么。但是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或许一直很简单：当知识传播得更快，当工具变得更强，当普通人能够使用过去只有少数人才拥有的能力时，人类社会往往会经历混乱和调整，却也会创造出更多过去不存在的机会。真正值得期待的，从来不是一台机器最终能够获得多少分，而是几十亿人得到这些工具以后，会用它去创造什么。也许人工智能时代最精彩的部分，并不是一个比人更聪明的机器终于出现，而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因为有了这些机器，人类可以去解决更多以前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可以理解更多未知的世界，可以把更多想法真正变成现实。从这个角度看， AI 并不是人类故事的终点，它更像是我们刚刚得到的一件新的工具，而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